你知道吃过人的老虎究竟会变得多可怕吗？你见过能将一个成年人类吞进肚子里的蟒蛇吗？近些年来，随着人们对环境的大力整治，世界各地的环境也在逐步恢复，而此时越来越多的大型食人动物也因环境的改善，重新出现在人类的视野里。所谓食人动物，就是指一些会捕食人类的动物。在自然界，虽然有能力杀死人类的动物有很多种，但大部分都不会主动攻击人类。而食人动物在特定的情况下，会将人类当作猎物进行捕食。也就是说，在他们的眼里，人类就是食物。这类动物对于人类来说是极其危险的。今天这视频，黑土就带各位领导一起了解一下地球上最恐怖的8种食人野兽。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谢谢。第8个，老虎。你知道吗？老虎是有记录以来杀死人类最多的一种大型猫科动物。从18世纪到20世纪，在全世界至少有多达37万人死于老虎的袭击。在19世纪初期，单是在印度，每年平均就有1000多人被老虎咬死。其中一只被称为查姆帕瓦特的雌性孟加拉虎，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就杀死了436条人命，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妇女和儿童。从以上的数据中不难看出，老虎绝对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猛兽。而如今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食人野兽，在很多人的眼里却变成了可爱的大猫。这种认知错觉实际上是非常可怕的。要知道，老虎作为自然界的顶级猎食者，它的力量和凶猛程度是绝大多数动物都无法匹敌的。一只成年东北虎的体重最重可以达到700斤，它一掌拍下去的力量可以达到半吨，咬合力也接近半吨。这个大家伙如果想要杀死一个手无寸铁的成年人类，就相当于我们碾死一只蚂蚁那样简单。不过一般情况下，老虎并不喜欢吃人，只有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比如生病或者年老的虚弱老虎，由于丧失了捕食天然猎物的能力，从而不得不将目标转向人类。当这些生病的老虎吃过人之后，人肉的味道就会刻在它们的基因里，从而变得一发不可收拾。这也正是为什么动物园里的老虎咬过人之后就必须处死的原因，因为尝过人肉的老虎极有可能会再次攻击人类。永远要记住，老虎天生就是一种食肉野兽，它的领地意识很强，捕杀其他动物是它们的本能。如果你不是武松，请千万不要闯入它们的领地。第7个，狮子。狮子是世界上现存体型第2大猫科动物，仅次于老虎。它是非洲大陆的顶级掠食者，也是最可怕的一种食肉野兽。你可能很难相信，即便是到了今天，在全世界每年仍有上百人被狮子杀死并吃掉。多年以来，狮子吃人的事件几乎从未中断。期间最为恐怖的一次就是查沃食人狮。1898年，在修建肯尼亚到乌干达的铁路期间，工程队曾遭到了2只狮子的频繁袭击。这2只狮子一到了夜晚，就会闯进铁路工人的帐篷中，将工人拖出去并吃掉。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这2头狮子一共吃掉了大约135名修建铁路的工人，在当时给当地人带来了巨大的恐慌。查沃狮是生活在非洲东部的一种狮子，这种狮子体表光滑，没有鬃毛，它们从小就开始适应人肉，并会主动捕杀人类。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查沃狮的活动区域内，曾经是阿拉伯人贩卖奴隶的必经路线。在路过这片区域时，中途经常会有一些生病的奴隶晕倒在路上，而生活在这里的查沃狮便会将路上倒下的奴隶吃掉。生活在这里的一些小狮子，从小就跟随父母开始吃人，所以等他们长大之后，便会将人类视为他们的猎物。除了查沃狮，其实大多数的狮子通常并不会主动捕杀人类，导致他们开始吃人的原因其实跟老虎一样，通常都是一些生病或者受伤的狮子，为了填饱肚子才有可能会捕杀人类。第6个，豹子。和老虎一样，豹子也会吃人，并且它可能比吃人的老虎更加可怕。1875年到1912年间，单是在印度死于豹子袭击的人数就高达1万多人。与老虎一样，它也是一种大型的食肉野兽。豹子的体型虽然没有狮子和老虎那么大，但是它们肌肉发达，四肢强壮，力量与速度也碾压绝大多数的猫科动物。之所以说它可能比老虎更加可怕，是因为豹子这种动物的隐秘性很强，它们身上的斑点豹纹可以帮助它们更好地隐藏自己，从而可以使它们活动在一些人类密集的地方。除此之外，它的跳跃能力与敏捷性也很高。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相较于狮子老虎，豹子的胆子更大。在印度的一些村庄，野生的花豹经常在夜间冲进人类的房屋，将熟睡中的儿童甚至大人咬死并拖走。而且这些吃人的豹子并不是因为生病或者受伤才伤害人类的，它们大多数都是健康的雄性花豹。相较于狮子和老虎来说，豹子可能更喜欢吃人。一旦吃过一次人，多数情况下它们就会再次捕杀人类。在20世纪初期，一只雄性的花豹在印度北部的帕纳尔地区造成了至少400多起致命的袭击。之后的多年来，在印度关于豹子吃人的事件几乎从未中断，非常可怕。第5个，狼。狼是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犬科动物，它的种类有很多种，其中最大的一种就是北美的灰狼。
这种狼成年后的体长最长可达2米，体重最重接近200斤。它们有着强壮的体魄和锋利的犬齿，在野外可以捕杀各种大型猎物。即便是驼鹿和美洲野牛这样的大型动物，北美灰狼也有能力将其猎杀。要知道，一头成年北美灰狼的咬合力最高可达600多斤，它们可以轻易地咬穿我们的皮肉，并撕裂我们的肌肉组织。再加上这个家伙还是群居动物，一群狼如果想要杀死一个成年人类，基本上毫无压力。不过一般情况下，狼并不会主动捕杀人类，反而绝大多数的狼其实都是惧怕人类的。但也有个别的情况会使狼变得极具攻击性，比如一些患上狂犬病的狼，这种狼通常会变得非常暴躁，它们会不分青红皂白地攻击周围的一切事物。另外就是一些与人类接触过的狼，或者被人类投喂过的狼，这些野生的狼一旦接受过人类投喂的食物过后，就会降低对人的恐惧，从而更容易接近人类，这就会导致狼袭击人的可能性变高。要知道，狼是一种非常狡猾的动物，它们在攻击人类时会分辨年龄、体力以及健康情况。一般来说，狼会优先选择一些老弱病残进行攻击，特别是儿童，非常可怕。第4个，鳄鱼。鳄鱼是地球上现存最古老的动物之一，早在2亿多年前，它们就已经生活在地球上了。直至今日，它的外观和样貌几乎没有太大的改变。世界上现存的鳄鱼种类多达18种，体型最大的一种名为湾鳄，它的另一个名字叫食人鳄。这种鳄鱼的体长最长可达7米，体重最重可达1吨以上。它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爬行动物。湾鳄的性情凶猛，领地意识极强，一旦有人或动物靠近它的领地，无论饿不饿，它都有可能对其发起致命的攻击，非常凶猛。而我们人类就在它的食谱之内，也就是说，在湾鳄的眼里，人类与其他野生动物一样，都是猎物。它们捕杀人类的目的也非常简单，纯粹就是为了填饱肚子。再有就是这个大家伙的咬合力是陆地上现存所有动物中最强的。据估计，一只体重为1吨以上的湾鳄，咬合力最大接近3吨，它一口下去可以直接将我们的身体截成2半。1945年的2月19日，在拉姆里岛战役中，日本兵曾经被英国兵围困在一个红树林里，而这片红树林就是上万条湾鳄的栖息地。仅仅过了一个晚上，多达上千名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就被湾鳄吃的只剩下20个，非常残忍。除了湾鳄之外，生活在非洲大陆的尼罗鳄也非常可怕。据估计，在全世界范围内，每年被鳄鱼杀死的人数高达上千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由尼罗鳄和湾鳄造成的。尼罗鳄里最著名的就是古斯塔夫鳄鱼。古斯塔夫是一只雄性的尼罗鳄，这条尼罗鳄的体长估计超过了6米。自90年代起到2004年，但是这一只鳄鱼就杀死了300多人。直至今日，这条恐怖的食人鳄仍没有被抓到。要知道，鳄鱼的寿命最长可达100年，也就是说，古斯塔夫鳄鱼很有可能还游走在尼罗河里。第3个，蛇。不得不说，蛇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让人恐惧的动物之一。它们除了拥有让人看见就头皮发麻的外表，还携带着非常恐怖且致命的毒液。虽然世界上能把人毒死的毒蛇有很多，但是真正有能力吃人的蛇却寥寥无几，只有极少数的蟒蛇能够吞下成年的人类。2017年3月25日，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偏远村庄里，一名25岁的男子在前往收割庄稼时失踪。2天过后，人们在一条长达7米的网纹蟒的肚子里发现了这名男子的尸体。2018年的6月14日，同样来自印度尼西亚的一名54岁妇女也被一条网纹蟒杀死并吃掉。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儿童也遭到了同样的伤害。经过研究，人们发现会吃人的蛇多数都是一些体型巨大的无毒蟒蛇，无论什么品种，只要体型允许，它们都有可能会捕杀人类，非常可怕。第2个，非洲冠雕。非洲冠雕也叫冠鹰雕，这是生活在非洲大陆的一种大型猛禽，它是人类已知现存唯一的一种会捕食人类儿童的鸟类。非洲冠雕的体型很大，它的体长最长接近1米，翼展可达 1.8 米。在野外，它主要靠捕食各种哺乳动物为食，有时候也会捕杀其他鸟类和爬行动物，但很少会像秃鹫那样吃腐肉。也就是说，这个家伙的食物 90% 都是靠杀死其他动物获取的。这个家伙长有镰刀状的爪子，杀伤力非常强大，它可以轻易地撕裂猎物的皮肉。在捕杀猎物时，它能够将自己的爪子刺进猎物的头骨，给猎物造成致命一击。等猎物丧失逃跑能力之后，冠鹰雕就会利用嘴里那锋利的鸟喙，配合上锋利的爪子，将猎物一点一点地肢解成碎块，然后带进自己的巢穴吃掉。除此之外，这种猛禽还特别喜欢捕食灵长类动物，可能正是因此才会出现非洲冠雕捕食人类儿童的事件发生。虽然至今为止并没有关于非洲冠雕吃人的记录，但是人们曾在它的巢穴中发现过人类儿童头骨的碎块，也有目击者看到过非洲冠雕攻击了一个7岁的男孩。由此可见，这种大型猛禽很有可能会捕杀人类儿童，非常可怕。第1个，熊。
熊是一种颜值非常高的动物，无论是哪种熊，看上去给人的感觉都非常可爱。但千万不要被它的外表所迷惑了，这个大家伙实际上也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食人野兽。在一些地区，熊的可怕程度甚至都超过了老虎。要知道，一头成年棕熊的体重最重可达1000多斤，它们站立起来的身高最高接近3米。这个大家伙一掌拍下去的力量可达1吨，咬合力更是高达半吨以上。一旦遭到这个大块头的袭击，生还的几率几乎非常渺茫。千万不要忘了，熊是一种杂食性动物，并不是草食性动物。当食物稀缺的时候，它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捕杀其他动物，包括人类在内。更可怕的是，熊在抓到猎物后，并不会将猎物直接杀死，而是利用巨大的熊掌将猎物按在地上，然后先吃猎物的四肢，最后才吃猎物的内脏。也就是说，被熊抓到的猎物会眼睁睁地看着熊将自己吃掉，非常可怕。另外就是关于遇到熊之后装死有没有用，答案是没用。因为熊除了是杂食性动物，它还是一种食腐动物。别说装死，就是真死了，如果被熊发现，它也很有可能将尸体给吃掉。如果想要避免不被这些大型野兽吃掉，其实办法也非常简单，那就是永远不要进入它们的领地。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土点个赞，谢谢。河豚毒素究竟有多可怕？你知道世界上毒性最强的鱼是什么吗？你见过吃上一口就能让人一命呜呼的毒鱼有多恐怖吗？你可能很难相信，世界上有毒的鱼类数量实际上比毒蛇还要多。在全世界多达36000多种鱼类中，单是携带毒素的鱼就高达1200多种。这些毒鱼几乎存在于世界各地的所有栖息地，在全世界几乎每年都会有人因误食或者接触到这类毒鱼，导致中毒而丧命。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世界上最可怕的8种剧毒鱼类。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谢谢。第8个，黄边裸胸鳝。眼前的这个长得很像蛇的动物名为黄边裸胸鳝，也叫黄边海鳗。它并不是蛇，而是一种带有剧毒的海鳝。这种鱼的体长最长可达1米，它的嘴里长有非常锋利的牙齿，性情凶猛，攻击性极强，一口下去就可以轻易地咬断我们的手指。它的血清中含有一种有毒蛋白，这是一种神经毒素，一旦误食就会导致人体的神经系统失常，肌肉麻痹，呼吸困难，严重的也有可能会丧命。这个家伙的毒性与它的生活环境和日常饮食以及季节变化等因素相关，通常到了冬季，它的毒性是最强的。至今为止，人们仍没有研制出对抗黄边裸胸鳝的特效解药，中毒之后只能采取传统的医疗手段进行救治。这种鱼主要都分布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热带和亚热带海域，在我们国家的台湾省比较常见。虽然大多数的裸胸鳝都可以食用，但是一定要注意辨别它的种类，如果一个不小心吃了有毒的裸胸鳝，那后果将会不堪设想。第7个，波纹裸胸鳝。它也是一种带有剧毒的裸胸鳝，不同的是，这种波纹裸胸鳝只有在个别的地方才会产生剧毒。这种裸胸鳝的体长可达 1.5 米，它通常都活动在水下9到110米的温带水域。在水里，它主要以鱼类、章鱼以及甲壳类动物为食。它与大多数的裸胸鳝一样，嘴里也长有一口锋利的牙齿，性情也异常凶猛。一旦有人或动物闯入它的领地范围，这个家伙就会主动发起攻击，非常可怕。波纹裸胸鳝主要都分布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在我们国家的西沙群岛、台湾海域以及福建沿海等地都有分布。之所以说它在个别的地方才会携带剧毒，是因为波纹裸胸鳝本身并没有毒，但如果经常生活在珊瑚礁上的裸胸鳝，由于长时间食用一些剧毒藻类，慢慢的就会在体内聚集一种血卡毒素。体型越大的裸胸鳝，体内聚集的毒素也就越多。这种毒素对于鱼类自身并没有危险，但是对于人类却可以致命，并且这种毒素的毒性极强，即便是经过高温烹煮也无法将其分解。所以这种波纹裸胸鳝虽然并不全都携带剧毒，但为了自身的安全，还是尽量不要食用。第6个，爪哇裸胸鳝。本期视频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多裸胸鳝，是因为这种鱼本身是一种食用鱼类，在世界各地的很多地方都有人吃，但是由于这种鳝鱼的种类较多，很多人都无法分辨哪种有毒，哪种没毒，所以黑土就找出了其中毒性较为强烈的几种，希望各位领导注意辨别。爪哇裸胸鳝也带有剧毒，它是一种非常凶猛的肉食性鱼类，也是裸胸鳝里最大的一个亚种，主要都活动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爪哇裸胸鳝的体长最长可达3米以上，它通常都栖在水下50米深的珊瑚礁上，主要以一些鱼类、虾类为食。这个家伙的体内多数都携带血卡毒素，一旦误食极有可能会引起中毒甚至死亡。它的嘴里也长有非常锋利的牙齿，一口下去可以对我们的皮肤造成巨大的伤害。生活在珊瑚礁上的爪哇裸胸鳝几乎没有天敌，在这片区域内，它站在食物链的最顶端，相当凶猛。第5个，赤红。赤红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黄鲷鱼，这是一种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海域的软骨鱼类，
它的体长可达1米以上，尾部长有一个细长的尾刺，这根尾刺的末端为锯齿状，可以轻易的刺入我们的皮肤并释放毒液。它的毒液会引起剧烈的疼痛和肿胀，严重的可能会导致休克、感染甚至死亡。更为致命的是，被它刺伤后，由于尾刺的两侧长有倒着的锯齿，所以当尾刺拔出来时就会撕裂我们的伤口，从而给我们的身体造成更大的损伤。如果不小心被这种鱼刺伤，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治疗，千万不可大意。不过大多数的黄貂鱼并不会主动攻击人类，通常只有在受到威胁时，它才会利用尾部的毒刺进行防御。再有就是它的毒刺虽然看上去软软的，但实际上非常锋利，一些体型大一点的黄貂鱼可以直接利用尾刺刺穿我们的身体。2006年9月4日，一位名叫史蒂夫·欧文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在拍摄一条大约为2米长的黄貂鱼时遭到了攻击，他的心脏被黄貂鱼刺穿，最终导致失血过多而死，非常危险。第4个，香豚。眼前的这个呆萌的小家伙名为香豚，也叫盒子鱼。这种鱼长相奇特，看上去就像一只古怪的小盒子。它们缓慢地游走在海洋里，看上去非常可爱，但千万不要被它的外表迷惑了。这种鱼的身上布满了毒素，当受到威胁时，它的皮肤会向外分泌出一种神经毒素，这些毒素会散布在周围的水中，一旦有其他鱼类靠近，就会被毒死。更为致命的是，有时候即便是香豚自己，也有可能被自己释放的毒素毒死，非常可怕。这种鱼的体型不大，它的体长通常也就在20厘米左右，身体颜色多种多样。成年的雄性香豚背部多数都会长有艳蓝色的斑点，它是一种底栖鱼类，一般都活动在沿岸浅海的岩礁水域。如果你在海边遇到这种模样的鱼，千万不要好奇，请第一时间远离它，因为它的毒性大约是氰化物的上百倍，足以杀死一个成年人类，非常可怕。第3个，河豚。这是一种长相可爱但毒性极强的鱼类，它主要都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海洋里，也有少量生活在淡水中。在全世界，河豚的种类多达200多种，但是在我们国家就有多达40多种。这种鱼的体内含有一种名为河豚毒素的化合物，这种物。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河豚这么可怕，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喜欢吃呢？其实这个问题我也不太清楚，毕竟我也没吃过，只知道供人们食用的河豚多数都是人工养殖的。这类河豚的毒性通常没有野生的毒性强，但在吃之前也必须经过专业的料理师处理过后才可以食用。对了，再有就是河豚的毒性极强，不能够通过烹饪、冷藏或者干燥等方式分解。河豚毒素也没有任何解毒剂，也就是说一旦误食了剧毒的河豚，死亡率会非常的高。第2个，狮子鱼。这是一种原产于印度洋和太平洋海域的珊瑚礁鱼，它主要都生活在海下50米左右的珊瑚礁内。狮子的学名为梭游，它的体长最长可达47厘米，平均寿命约为10年。这种鱼的背鳍上长有10几根毒刺，这些毒刺可以向外释放致命的毒液，人体一旦被狮子鱼刺伤后，轻者会导致极度疼痛，重则可能会出现生命危险。这种鱼通常都是单独活动，在海里它主要靠捕食各种鱼虾为食，在珊瑚礁环境中它是顶级掠食者，几乎没有任何动物能威胁到它。如果你有幸遇到这种漂亮的狮子鱼，千万不要徒手去触碰它，如果一个不小心被它刺伤，那种疼痛感将是你一辈子也无法忘记的。第1个，石鱼。它被认为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鱼类，石鱼也叫毒鼬。这种鱼的体长约为30厘米左右，它主要都分布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热带浅水中，通常只在水底活动。石鱼的外表看上去就像是一块石头，它如果一动不动地趴在水底，就可以将自己的身体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让人很难发现。此时如果你一个不小心踩到它，那么极有可能会一命呜呼。因为石鱼的背部长有很多毒刺，当它们受到威胁或被踩到时，背部的毒刺就会竖立起来，然后刺穿我们的皮肤，并向外释放大量的毒液。人体在中毒后短时间内就会出现呼吸困难，浑身剧烈疼痛。如果没有在短时间内得到救治，中毒1个小时过后，我们的皮肤就会变成蓝色，紧接着就会胡言乱语，最后因呼吸麻痹失去知觉死亡。通常中毒后的2个小时内，如果没有注射解毒剂，基本上必死无疑，非常可怕。如果你在海边游泳或者潜水，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脚下，避免不小心踩到这种剧毒石鱼，从而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图点个赞，谢谢。你知道世界上最高的人造建筑物有多高吗？你以为迪拜塔就是地球上最高的建筑了吗？你知道吗？在全世界超过上百米的摩天大楼共有2万多栋，其中绝大多数都在我们国家。在大多数人看来，这些高达上百米的摩天大楼好像就已经够震撼了，但实际上世界上还有很多比这些摩天大楼还要高的建筑物。那么时至今日，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究竟有多高？今天这些视频，黑土就为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最高的10座人造建筑，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下这些直上云霄的建筑。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第10个乐天世界大厦。
这栋大厦位于韩国首尔的乐天世界附近，它的总高度达到了555米，是韩国第一高楼，也是韩国第一座超过100层的建筑，同样还是首尔的地标性建筑。该大厦于2010年开工建设，到2016年完成封顶，它共有123层，建造成本高达3.8万亿韩元，折合成人民币约为200亿。这栋大厦在2017年刚建成的时候，曾是世界上第5高的摩天大楼。后来随着一栋又一栋的高楼拔地而起，这栋大厦的排名也就比较靠后了。但如果按照建筑顶部的高度排名，它仍是世界上第6高的摩天大楼。但今天这期视频，我们主要以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为主，并不单指摩天大楼，其中包括高塔以及信号桅杆。所以乐天世界大厦在全世界范围内最高的建筑物中，并不是第6位。这栋大厦的主要用途就是饭店、住宅、办公以及大型商场。在大楼的顶部还设有名为首尔天空的观光区，内部还设有各种娱乐设施，非常豪华。好，第9个，高银金融117大厦。这栋大厦位于我们国家的天津市西青区，它是天津最高的一栋大楼，同时也是我们国家结构高度最高的楼。所谓结构高度，主要指的是房屋的整体结构高度，也就是说不包括楼顶上的天线高度或者钢架高度。但是这座大厦的结构高度就达到了596.5米，它的总面积约为84.7万平方米。该楼于2008年开始建造，一直到2015年才完成封顶。在当时，它的结构高度一度成为了世界上第2高的大楼。这栋大厦共有117层，它坐落于天津市的中心商务区。最初的功能定位主要以办公、酒店、旅游观光为主。在它的93层以上准备设立超5星级酒店，115层定为空中高级会所，并且还打算设立天津市唯一的空中游泳池。游泳池一旦建成，这就是世界上距离地面最高的空中游泳池。在116层的夹层处，还准备设立世界上最高的观光厅以及大型餐厅。117层为可旋转的特色酒吧以及咖啡厅。整体来看，这简直就是为一些超级富豪提供的一个空中娱乐场所。然而遗憾的是，这栋大厦在2015年封顶至今，一直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至今为止，整栋大楼尚未完工，并且无人居住。由于其超高的知名度，2015年9月，这栋大厦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评为世界上最高的无人居住建筑。好，第8个，平安国际金融中心。这栋高楼位于深圳市福田区，它是深圳最高的楼，也是中国第2高的楼。在全世界的摩天大楼中，它的高度排名第4位。这栋大楼的高度达到了599.1米，它位于深圳福田的中央商务区内。这栋大厦于2009年开工建设，到2015年封顶。原计划是在楼顶加装一根长达60米的天线，成为中国第1高楼。然而由于天线可能会影响到飞机的路径，因此便放弃加装。如果当时加上那根长达60米的天线，那它就是中国第1高楼。在这栋大厦的第116层是有一个名为云际观光层的观景台，这里的高度达到了海拔547.6米，站在这里可以360度欣赏周围的风景。大厦内部还配备了33部双层电梯，这种电梯的运行速度可以高达每秒10米，从1楼到观光层仅需55秒。好，第7个，广州塔。广州塔相信各位领导都比较熟悉，它位于广州市海珠区，是当地的地标性建筑。广州塔全称广州新电视塔，由于其独特的外观，也被称为小蛮腰。这座塔是我们国家的第1高塔，它的总高度达到了600米，其中塔身主体高达454米，天线桅杆高达146米。在2013年之前，它曾是我们国家最高的建筑物。这座塔可以抵御8级地震以及12级的台风，设计的使用年限超过了100年。塔内还设有很多娱乐设施，包括户外观景台以及摩天轮等等游乐项目。特别是户外观景台，在塔身的488米处设有一个名为云霄488的观景台。在2013年，这里曾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评为世界上最高的户外观景平台。另外，在塔顶的450米处还设有一种轨道摩天轮，这也是世界上最高的横向摩天轮。这种摩天轮由16个透明观光车组成，每个观光车内可搭载4到6个人。观光车沿着塔顶的边缘轨道进行行驶，在这里可以从各个角度欣赏广州的景色。当然，在了解这些娱乐设施的前提下，千万不要忘记了广州塔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发射塔。在塔身的顶部设有发射机房和发射天线，主要就是用来向外发射电视以及广播等微波信号的。好，第6个，麦加皇家钟楼。这栋大楼位于沙特阿拉伯麦加，它是沙特阿拉伯最高的建筑。整栋大楼由众多大楼组成，其中最高的带钟表的那一栋高达601米，在距离地面400米处还设有4面钟，每个钟的表盘的直径就达到了43米，但是这座大钟的时针就长达18米，分针长达23米，用肉眼在25公里开外就可以看见。巨大的表盘使它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钟表。不仅如此，在这座大楼的最顶端还设有一个包机的弯月，但是这个弯月就重达35吨，耗资9000万阿联酋迪拉姆，换算成人民币约为1.7亿。整栋大楼的建造成本约在150亿美元左右。
它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钟表称号，同时还拥有世界上最高的饭店称号。没错，就是饭店。这栋大楼的主要用途就是酒店以及住宅，主要作用就是用来接待每年前往麦加参加朝觐的数百万朝圣者，提供住宿。除了酒店，钟楼内部同样也设有各种购物中心以及娱乐设施。好，第5个 KVLY 电视塔，这是一座高达 628.8 米的电视信号传送塔。它位于美国的北达科他州，整座塔的塔身多数都是由钢铁搭建，搭建完成后，单是使用的钢材重量就高达380多吨。由于其高度太高，在电视塔的周围，人们利用拉绳将其固定，以此来增加塔身的稳定性。该塔搭建于1963年，建造期间用时33天，并且仅有10名工人就完成了这项工作。在1963年到1974年间，它曾是世界上最高的人造建筑。这座塔要比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以及胡夫金字塔再加上华盛顿纪念碑的高度总和还要高。在这个高度下，一旦失足滑落，我们的身体将会以每小时400多公里的速度撞击到地面，说是粉身碎骨也毫不夸张。然而就是这么恐怖的高度，在当地却有人每年都会爬到这座塔的最顶端。当然目的并不是为了寻找刺激，主要原因就是爬上去对电视塔进行检查以及维护。因为在电视塔的最顶端往往都会装有航空警示灯，而这些警示灯需要定期的更换或者维护，在维修期间就需要有人冒着生命危险爬上这种高达600多米的高塔。当然干这种工作的人回报通常都非常丰厚。好，第4个上海中心大厦，它是中国第1高楼，世界第3高楼。这里解释一下，上海中心大厦虽然是世界第3高楼，但并不是世界第3高的建筑物，也就是说在全世界所有的摩天大楼中，上海中心大厦位列第3位。这栋大厦位于上海市陆家嘴的金融贸易区，它的总高度达到了632米。除了大厦高度位居世界第3，在这栋大楼的内部还装有世界上速度第2快的电梯，它的最高上升速度高达每秒18米，仅次于广州周大福金融中心的电梯。上海中心大厦于2008年开建，并于2013年封顶，观景台到了2017年才对外开放参观。观景台位于顶楼的118层，名为上海之巅观光厅，这里距离地面高达546米，是世界上距离地面第2高的观景台。与其他的摩天大楼观光厅一样，站在这里可以360度俯瞰繁华的大上海，享受上海之巅的体验。除了观光厅，大楼的主要用途多数都为办公、酒店以及其他的各种商业设施。整栋大厦的建筑主体为128层，地下停车场有5层，在大楼的内部还装有一个全球最大的阻尼器，名为上海汇演。但是这个阻尼器就重达1000吨，这个东西的主要作用就是每当强风来袭，摩天大楼就会晃动。然而装上这种阻尼器就可以削减高层的晃动，以此来保持楼体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业内人士称这种大型阻尼器为镇楼宝器。好，第3个东京晴空塔。这座塔位于日本东京的都墨田区，它的高度达到了634米，仅比上海中心大厦高出2米。这座塔在2010年成为日本最高的建筑物，并于2011年以634米的高度成为世界上最高的塔式建筑。这座塔的作用主要被用来发射无线电信号以及电视广播信号，是一座电波塔。该塔于2008年动工，到2012年完工。最初建造这座塔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降低东京市中心高楼林立而造成的电波传输障碍。因为在东京晴空塔建造前，一直是高达333米的东京铁塔在为当地的电波信号做传输工作。后来随着市中心的高楼大厦越来越多，阻碍了电波传输的效率，才又重新建造了一座高达634米的东京晴空塔，以取代东京铁塔。这座塔在日本也被称为东京天空树。但是由于天空树这个名称在我们国家已经被注册过，所以在2012年这座塔的官方中文名才被改为东京晴空塔。在这座高塔的350米和450米处，同样也设有高空观景台，站在这里也可以360度俯瞰东京的景色。再有就是最初建造这座塔的时候，高度原本定的是610米，但是日本想谋求世界第1高塔的称号，所以在之后的建造过程中，最终决定将高度定为634米，成为世界最高的塔式建筑。好，第2个莫迪卡118。莫迪卡118也被称为吉隆坡118大厦，这栋大厦位于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它的高度达到了678.9米。一旦建成，它将超越上海中心大厦，成为世界第2高楼。在这里解释一下，今天的视频我们主要以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排名，并不是最高的高楼排名。如果按高楼结构排名，上海中心大厦其实就是世界第2高楼。好，那么这个莫迪卡118大厦的结构高度其实并没有上海中心大厦高，它的楼顶高度也就在508.9米，而上海中心大厦的楼顶高度则达到了587.4米。如果按结构高度来看的话，上海中心大厦其实还是世界第2高楼，但如果按最高的建筑物来看，那马来西亚的这栋莫迪卡118一旦建成，就会成为世界第2高的建筑，因为在这栋大楼的顶上还装有一根长达170米的天线。
加上天线的总高度达到了 678.9 米。这栋大厦也是凭借着170米高的天线，超过了632米高的上海中心大厦以及634米高的东京晴空塔，成为世界第2高的建筑。对了，再有就是这栋大厦虽然已经完成封顶，但还没有正式运营。好，第一个哈利法塔，它是世界上最高的人造建筑物，也是世界上最高的摩天大楼。哈利法塔也叫迪拜塔，它位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迪拜市中心，是当地的地标性建筑。哈利法塔的高度达到了828米，从2009年封顶以来，它一直持续保持着世界第1高建筑物的称号。这栋大楼自建造到完成，共使用了33万立方米的混凝土，以及 6.2 万吨的强化钢筋和 14.2 万平方米的玻璃，造价高达15亿美元。它除了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以外，还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楼层，以及世界上运行距离最长的电梯。哈利法塔的楼层总数达到了162层，主要用途与绝大多数的大厦一样，多数都以豪华酒店、办公、商店以及豪华住宅为主。之所以附加上豪华，是因为在酒店的旁边设有144座公寓住宅，在这些住宅的内部，无论是家具还是其他的电器，全部都是使用的世界上最顶尖的品牌，价格非常昂贵。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兔点个赞，谢谢。